大家好，关于美国第二次纾困金分了12部分，它的详细情况如下。第一部分是个人刺激支票1200亿美元，单身年收入75000美元以下，户主年收入112000美元以下的每位成年人可得600美元，夫妻年收入少于15万美元，双方共得1200美元，每位儿童可得600美元，每家最多2位儿童可领，4口之家封顶2400美元。单身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夫妻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福利逐步减少。单身99000美元以上，夫妻198000美元拿不到刺激支票。第二部分是失业金1660亿美元，联邦失业救济金延长11周，每周300美元，最早从12月27日开始，至明年3月14日，将在年底到期，覆盖合同工、零工临时失业的 PUA 福利也将同期延长。个人通过周定期失业加 PEUC 计划或通过 PUA 计划可申请福利的最大周数增加到50周。为某些既有工资又有自雇收入，但基本 UI 福利计算未考虑自雇收入人士提供每周100美元额外补贴。第三部分是小企业帮扶3250亿美元，这是新法案中最大的一笔开支，用于帮助包括少数族裔佣企业在内的小型企业以及非营利组织渡过难关。包括2840亿美元的第一笔和第二笔可免除 PPP 贷款，200亿美元用于为低收入社区企业提供新经济灾难伤害贷款的增款 EIDL，35亿美元用于小商业持续贷款债务减免 SBA，20亿美元用于追加 SBA 贷款。此外还有150亿美元专用资金用于现场场地、独立电影院和文化机构。抗击疫情对餐饮业打击的扣减措施对陷入困境的餐厅几乎没有帮助，但会减少企业的税收义务。第四部分是支持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和少数族裔存托机构，120亿美元，帮助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社区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第五部分是交通运输补助450亿美元，民主党人争取到资金，为运输机构、航空公司和航空公司承包商、机场、州交通局、汽车客车行业和美国铁路公司提供救济。150亿美元用于航空公司工资，10亿美元用于航空公司承包商工资，140亿美元用于公交机构，100亿美元用于州高速公路，20亿美元用于机场和机场特许经营商，20亿美元用于私营汽车、校车和渡轮行业，10亿美元用于 Amtrak。第六部分是抗疫资金690亿美元，用于疫苗检测、追踪、社区卫生和支持保健服务提供方，大约200亿美元用于采购疫苗和制剂，为 CDC 和各州提供近90亿美元用于疫苗分配，为国家战略储备提供30亿美元，其中包括3亿美元专门用于高风险和服务不足地区的疫苗分发，包括有色人种社区。该法案提供超过220亿美元，全部直接发给各州，用于检测、追踪和新冠传播减缓。其中25亿美元将作为专门针对服务不足地区需求的补助金，包括有色人种社区和农村社区。45亿美元精神健康资金，90亿美元用于支持医疗服务提供者，以及超过10亿美元用于 NIH 的新冠研究。为印第安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10亿美元直接付款。第七部分是学校援助820亿美元，边远地区和印第安人教育局8.188亿美元，州长紧急教育救助基金40.5亿美元，中小学应急救助基金543亿美元，高等教育紧急救助基金227亿元。第八部分是租房补助250亿美元，租房家庭将能够利用这种援助来支付逾期租金、未付租金以及水电能源费，防止停电。为美国原住民 Native American 住房实体保留8亿美元，现有暂停驱逐令延长至2021年1月31日。第九部分是营养与农业260亿美元，130亿美元将食品券 SNAP 福利提高 15%， 为食品银行和高级营养计划提供额外资金，确保大学生可以享受 SNAP。专门为波多黎各及其领土提供6.14亿美元营养援助，为学校和日托共餐计划分配紧急资金，包括对 PEBT 计划的重大改进。130亿美元直接付款给因疫情蒙受损失的农民和牧场主。10部分是为 USPS 筹钱
将100亿美元贷款法案转换成直接为 USPS 筹集资金，无需偿还。这些资金将用于疫情造成的 USPS 运营成本的增加。第11部分是育儿费100亿美元。通过了关怀法案给予各州灵活性，可以用来为家庭提供儿童照顾援助，还可以托儿服务提供者支付他们在疫情期间增加的运营成本。这个紧急情况救济将有助于稳定美国的育儿市场，并且为在这非常时期需要在家办公的父母提供更多的日托和育儿看护服务的资金支援。该法案还包括 2.5 亿美元给领先项目的提供者，以确保他们能够继续安全地为低收入儿童和家庭服务。第12部分是低收入家庭宽带援助70亿美元，32亿美元的紧急资金帮助低收入家庭接入宽带。此外， 2.5 亿美元用于远程医疗，6500万美元用于完成宽带地图，以便政府有效分散向最需要资金的地区提供资金。以上是纾困金详细情况，大家请点赞订阅，谢谢大家的观看。